嗨，大家好。这几天，一则中国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首飞成功的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热搜榜首。按照惯例，字数越少，事情越大。从这寥寥数字来看，这显然又是官方透露出的一个十分先进而又无比重要的东西。随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新闻宣传中心的官方账号“中国军工”紧接着也在抖音上发布了相关内容。正当网友一脸茫然，为何只有文字没有图像时，发布者中国军工亲自回复了8字评论：过于先进，不便展示。这就让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载器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又与 SpaceX 猎鹰9火箭、美国的航天飞机，尤其是那个神秘的 X-37B 有什么区别？首先，这个运载器是在亚轨道飞行，就是距离地面20至100公里，普通飞机飞不上去，卫星掉不下来的区域，也就是所谓的临近空间。飞机飞不上去，原因在于一般的航空发动机都只携带了推进剂而无需氧化剂，需要与空气中的氧气燃烧产生动力。而临近空间这里空气稀薄，飞机到了这里很容易造成发动机熄火，因而失速。因此，这里真的可以被称为人迹罕至了。而这个临近空间的上沿100公里为空天分界线，还被国际航空联合会取了个专有名词，叫卡门线。昨天，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等4人乘坐自家蓝色起源的飞船，成功越过了卡门线，并在太空逗留了3分钟后返回地球。但飞行器超过了卡门线，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太空自由翱翔了。你冲不过第一宇宙速度，总归还是要回来的。所以，通常的亚轨道飞行有时会超过卡门线，而低于卫星最低轨道300公里的高度。所以，贝索斯的这次太空之旅也是一次亚轨道飞行。既然是亚轨道飞行，所以严格来说就不能称之为航天器了。所以新闻报道中称，中国这次首飞的为亚轨道运载器。这与去年9月4日同样在酒泉我国发射的一款可重复使用的实验航天器还是有区别的。去年的那次发射，想必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没办法，与近2年炙手可热的天问、嫦娥和空间站相比，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的确默默无闻了不少，很多人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去年的那款航天器又叫神龙，是被长征 2F 火箭发射到环地轨道，绕了2天后又自主返回了着陆场。尽管都是可重复使用，但与此次发射的运载器在轨道、目的和用途上却均不相同。稍后再来给大家讲解这2个到底有什么关系。提起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最有名的当属美国的航天飞机了。这是在美苏争霸搭建空间站时，美国所选择的技术方向。目的当然是为了可重复使用而降低成本，如图它的发动机、轨道器，也就是航天飞机本身，还有两边的固体助推器都可以重复使用。航天飞机以滑翔方式水平着陆，固推则是用降落伞海面回收，而中间那个大家伙，也就是装燃料的外储箱，则是被丢弃的。所以严格来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只是部分回收。那么它能达到美国人所设想的降低成本的目的吗？现实总是那么残酷 ，NASA 低估了其载入大气层的难度和成本。航天飞机在太空中是要入轨的，换句话说，飞行速度就要超过每秒 7.9 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那么载入时就要以超过23马赫的速度与大气层产生摩擦，这种烧蚀无比巨大，这使往返后对机体隔热瓦等材料的修复和更换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使用成本平均算下来竟然高达 16.42 亿美元。比一次性运载火箭可贵多了，搞得美国人自己都怀疑人生了，原来的卖点反而成了笑话。再加上后来的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来了个机毁人亡，整个项目也在2011年最后一次发射后被束之高阁。航天飞机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可重复使用飞行器的技术路线就此消失，它的概念被 SpaceX 的猎鹰9号继承了下来。马斯克的猎鹰9我此前多次介绍，火箭分为1、2两级，1级并不需要入轨，所以速度并不快，大概为每秒 1.7 公里，约为5马赫。这个速度与大气摩擦的烧蚀程度并不太高，是可以通过栅格翼和着陆腿，外加反向喷气实现软着陆的。而送卫星入轨的2级火箭可就没那么容易回收了，由于载入时难度太大， SpaceX 直接放弃，2级火箭也放飞了自我，成了太空垃圾。所以猎鹰9也是部分回收。尽管1级火箭的反向助推回收方式看着酷炫，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在1、2级分离时要留有足够的燃料折返，这样火箭在回收状态下的运力就比不回收时差了一截。
而且反向助推垂直降落的方式也对着陆场地有更高的要求，需要特别定制。相比而言，刚才介绍的航天飞机在回收时则性价比更高。通过飞机翅膀利用空气动力学水平滑翔着陆，不仅对发动机要求降低，而且极为节省燃料，损失的运力也就更小。至于着陆场地，只要一条足够长的机场跑道就可以了。所以可见，同样都是回收，航天飞机的回收方式相比猎鹰9火箭，在效率和灵活性上就有了极为明显的优势。而中国此次实验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的回收方式，刚好就采用了前者。注意如图，介绍中的降落方式为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这与航天飞机的着陆方式一样。可见，中国这款飞行器虽被称为运载器，实则为长着一双翅膀的空天飞机。其实，中国早就有了研制可重复使用飞行器的计划。尽管现如今中国的火箭技术，无论从成本还是发射成功率方面，在世界已处于第一梯队，但这种一次性发射的火箭，每发一次几亿元就没了，总觉得有些浪费。而且，火箭残骸落回地球时，虽未砸到过什么花花草草，但时不时还是会惊起蛙声一片。所以，发展一款可重复使用的空天飞行器，成为中国乃至人类未来探索太空的目标。我们注意到，发布内容中还有一段话：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可作为升力式火箭动力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的子集。这一系列航天术语拼凑在一起，连个标点都没有，着实让人一头雾水。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把它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这次发射的运载器是整个过于先进系统的其中一级，而这一级还是亚轨道飞行，运行在大气层内，所以它完成的是后面那句航空任务。那么另一个航天任务又是什么呢？这是我找到的最早关于中国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5种论证方案，来自863计划。这个863计划好像在哪里听过，没错，正是此前一期讲芯片的视频中提到，龙芯的首笔天使投资正是来自国家的863计划。我们回到这幅图，左边第一个是采用吸气式涡喷发动机，水平起降，单机入轨，可全部重复使用。第二个则采用2架火箭发动机，飞机组合而成，垂直起飞，水平着陆，2机入轨，也可全部重复使用。第三和第四方案有些像，运载火箭搭载带翼飞行器，垂直起飞，水平着陆，只有上面的飞机可以回收。第四个的小型航天飞机则不带主动力。第5种大家也最为熟悉了，由运载火箭发射入轨，返回舱载入，由降落伞回收的载人飞船方案。我们现在的神舟飞船计划正是基于第5种方案发展而来的。那么，中国现在正在试飞的升力式火箭动力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是来自哪个方案呢？第一种单机入轨与文中的子集2字矛盾，且又不是火箭动力，它的这个吸气式涡喷发动机听着也不太靠谱，明显不是。第3、第4种均用运载火箭作为运输工具，而中国此前并未有任何消息在研发火箭回收相关技术，而火箭回收也无法做到此次运载器的水平着陆，所以它们也不是。综上所述，这次的升力式火箭动力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正是来自方案2，即由2架火箭发动机飞机组合而成，一级背着2级升空至临近空间后分离，一级做抛物线运动，并通过空气动力滑翔水平降落在机场，2级发动机启动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后入轨，执行后续太空任务，最后再入大气层，同样依靠机翼滑翔水平着陆。而本次7月16日首飞成功的运载器刚好正是验证第1级，而去年9月发射的航天器则为第2级，只不过当时背着它上天的是不可回收的长征 2F 火箭。这2个实验都成功达成后，再接下来想必大家也猜到了，这是用这次的亚轨道运载器搭载去年的神龙航天飞机，垂直起飞，2级入轨，而且还能分别水平着陆，全部可以回收并可重复使用。这是此前美国的航天飞机和猎鹰9号都不曾达到的。一旦完成，中国航天又将完成一次世界壮举。其实到这里好像还没有提到美国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X-37B 呢，它又处于什么水平呢？ X-37B 机长 8.9 米，机高 2.9 米，翼展 4.5 米，发射重量仅5吨。而它的前辈航天飞机如奋进号，长 37.24 米，高 17.25 米，翼展 23.79 米，起飞总重高达109吨，足足是 X-37B 的20倍。相比而言， X-37B 就像航天飞机的模型版，
如此小的体积就不需要如航天飞机一样趴在火箭上了，直接装进整流罩即可。自2010年首次发射以来，一共5次，均是由宇宙神5号运载火箭将其推出地球入轨，然后再以滑行的方式降落。最后一次发射是在去年的5月17日。这5次发射也不断刷新了其在轨飞行的记录，目前为第4次保持的718天。但这种记录其实并无实际意义，你想绕多久都可以。轨道上飞行10几年的卫星大把 ，X37B 跟他们一样也不能载人，其载人版本要等到下一代的 X37C 了。经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应该可以看出 X37B 的发射和返回方式有些类似于我们去年发射的神龙，都是由无法回收的运载火箭作为载具发射入轨，航天器再自主返回水平降落。可以说 X37B 项目相当于我们升力式火箭动力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的一个子级的验证，只有航天器部分可以回收。当然，目前还不清楚 NASA 是否也有类似于我们的全部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载具计划。如果没有，那么研制航天飞机的初衷，也就是最重要的目的降低成本， X37B 可就达不成了。目前 SpaceX 猎鹰9号的2级尽管无法回收，但据说1级火箭可以使用10至20次。如果成真，其单次发射成本将只有一次性火箭的1/3，这在当今世界无疑是处于领先地位，也让老板马斯克成为无数人仰慕的对象。而我国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不仅1、2级均可回收，而且都采用飞机构型，可滑翔降落，节省燃料，其重复使用次数已将超过20次。初期目标是单位质量载荷的发射成本降低到现在的1/5，未来则有望降到1/10，还能大幅缩短发射准备时间，有望像飞机一样实现航班化的天地往返运输。这样一来，中国航天就将空天任务和太空旅行变为了白菜价，届时猎鹰9的成本优势也将荡然无存。随着此前几次实验任务的成功达成，相信距离中国这款可重复使用天地往返系统的首飞也越来越近了。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朋友圈中晒出的签到打卡地点就不是什么网红店，而是头顶上方的卡门线了。这一天并不会太远，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